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春节聚会家宴桌上的硬菜烤鸭。喷香的烤鸭配上自制的卷饼，还有红酒和樱桃做的蘸酱，让这道菜轻松地成为年菜餐桌上的主角。那做起来一点都不麻烦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一个4到5磅的冰鲜肉鸭，解冻洗净以后来整理一下。翅膀部分常常会烤得很黑，也没有什么肉，把它剪下来可以留到以后做高汤用。脖子部分有好多皮，我都把它剪掉了。鸭屁股也剪掉，不要了。处理好以后，先给鸭子泡个热水澡，找个最大的锅子烧半锅开水，把鸭子整个浸进去。开水最好能基本没过鸭子，烫了开水的鸭皮一下子就变得紧绷光滑，大约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直接放到烤盘上，接下来腌制和烤制都用这个盘子。烫过热水以后，不光皮肤紧致了，鸭毛也立起来了，把粗大的都拔掉，再用厨房纸把鸭子全身都擦干。正反面、翅膀下面多擦几遍，尽量保持干爽。混合等量的盐和五香粉，用于腌制鸭子的内部。直接倒到鸭子的内腔里，用手抹均匀。一个大橙子1切2，塞进鸭肚子里，可以把鸭子撑起来。用一根牙签把开口封一下。接着我们来煮一个抹在鸭表面的皮水，我用了点红酒，再加入等量的枫糖，香料用到1小段桂皮，2颗八角，2片香叶，又用了些去核冷冻的黑樱桃，有新鲜的樱桃也可以用。先用大火把它煮开，再转中小火大约煮15分钟，让它的水位降低到原来的2/3到1半左右，让它在一边放凉。取个刷子蘸红酒樱桃水，抹在鸭皮上，正反面都要抹均匀。我把它翻来翻去，一共抹了3遍。因为主要是皮水里的糖分让烤鸭上色，所以抹得均匀一些，上色也会比较均匀。接着就这样敞开着放冰箱冷藏柜里过夜，帮助鸭皮干燥。第2天拿出来，可以看到抹上去的水分都已经干了。烤箱预热到350华氏度175摄氏度，鸭胸朝上先烤40分钟。等鸭子的时间，我们来做这个又薄又软的卷饼。和面的材料只需要中筋面粉，用热水来烫面，边倒水边搅拌，让面粉先形成碎的棉絮状。等温度降低一些后，再用手揉成团。先形成一个粗糙的面团，盖上盖子让它醒一会儿。等10分钟以后再揉几下，把它揉得光滑一些。再次盖上，醒面15到20分钟。案板上撒少量面粉，面团取出来，中间戳个洞，转着圈捏细后扯开成长条形。把粗细搓均匀。太长的话可以分2段操作。分切成小面团，这个分量可以做16个卷饼，每个重量大约19到20克。取一个面团压扁，
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皮的大小。再取一个小面团，也是同样的操作，让擀出来的2个面皮大小尽量一致。在一个面皮的表面刷上油，把另一张盖上去，继续擀薄擀圆。2张面皮叠在一起很容易擀薄，擀的时候需要翻着面擀，这样才可以擀得更大更薄。要卷饼的大小统一，我找了一个小奶锅的盖子，直径大约14厘米，压一压转一转，出来的卷饼都整齐一致了。放到垫了纸的蒸笼里，表面再刷上油，其他卷饼可以继续往上叠。都擀好以后就可以上锅蒸了。水开后蒸10分钟就熟了。由于烤鸭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也可以等烤鸭快好时再上锅蒸，就可以确保上桌时都是热的。再来加工一下蘸酱，刷鸭子剩下的樱桃红酒枫糖水，把里面的香叶、桂皮、八角都取出来。用手持搅拌机把樱桃肉都打碎。先用大火把它煮开，再转中火煮5分钟。蘸酱里还需要一点咸味，加2大勺海鲜酱。拌匀后调入淀粉水，需要不停地搅拌，防止淀粉结块。酱汁越来越浓稠，质地和市售的甜面酱差不多，就可以离火了。来看一下鸭子，现在烤了40分钟了，把腿部容易焦的地方包起来，防止颜色再变深。给鸭子翻个面，接下去烤它的背部。这时候可以在盘底加些热水，防止滴下去的鸭油焦掉，盘子难洗，油烟味也太大。好了，现在再放回烤箱，背部朝上烤30分钟。30分钟后，最后再翻一次面。鸭胸朝上继续烤20到30分钟，大功即将告成。趁这个间隙来切点黄瓜丝和大葱丝。黄瓜和大葱是烤鸭卷饼的经典配菜，如果不喜欢也可以换成其他蔬菜，比如生菜、芝麻菜、小番茄。鸭子终于烤好了，满屋子都是烤鸭的香味。用点蔬菜摆个盘，这样端上餐桌，它应该是妥妥的主角了。从鸭胸的中间切开，然后从一侧的鸭胸片下鸭肉。卷饼也最好是趁热把2片分开，抹上樱桃红酒蘸酱。加入黄瓜和葱丝，盖上肥肥的鸭肉，这卷饼吃的一个接一个，停不下来。春节的菜您都备齐了吗？我这儿还有一个双层年糕的做法，操作简单，卖相漂亮，您不妨也试试。